家人们，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些真诚的分享。如果你是60岁以上的美国绿卡持有者，那么请注意，2026年可能是你绿卡身份中需要特别留意的一年。这并非夸大其词，你想想，移民局的新系统明年就要全面上线了，诸如生物识别、数据追踪等措施都将落实。过去那些你可能觉得无关紧要、未被关注的小疏忽，到了明年或许会直接影响到你积累了10几20年的居留权。今天我想在这个平台把咱们老一辈移民圈里需要特别注意的7个方面为你详细说明，从最容易忽略的到风险较高的，每个我都会结合真实的情况和相关的法律依据，建议你认真了解，因为这关系到你能不能在美国安稳的生活。如果您觉得今天分享的这些内容对您和您的家人有帮助，请在评论区告诉我，也请您点赞支持，并关注我们的频道。好的，我们直接开始。我们先说第一个方面，也是很多退休朋友容易忽略的，不提交纳税申报表。我知道很多朋友心里会想，我都退休了，没有收入，还报什么税？这不是多此一举吗？如果你这么想，那可能需要重新考虑。移民法中有明确规定，维持绿卡的核心是证明你有居留意图，而你每年向国税局 IRS 递交的税表，正是证明这个意图最为关键的材料之一。国税局和移民局的数据是共享的，你提交的1040表格，不仅是给税务部门看的，也是向移民局表明你与美国的联系。它是在告诉美国政府，我在这里生活，我的经济活动、社会福利、财务资源都与这个国家紧密关联。哪怕你全年只有一些社保金收入，甚至没有收入，提交税表这个行为本身比缴纳多少税款更重要。这是在留下官方的可追溯的记录，证明你在这里生活。我讲一个实际发生的情况，就在2024年，我们称他为张先生吧，68岁，住在加州，退休后每年都回中国老家探亲，一住就是3-4个月。他觉得自己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报税没有必要，结果连续5年都没有提交任何税表。去年11月，他从上海飞回洛杉矶，经过海关时被请去进一步了解情况。移民官员打开电脑的一句话就是：先生，我们的系统显示，过去5年你在美国没有任何税务记录，我们有理由怀疑你已经放弃了永久居留权。张先生当时愣住了，连忙解释自己只是退休养老，钱都存在美国的银行里。但官员需要的是证据，过去5年的银行流水、消费记录、社保金领取凭证，而他因为从未报税，这些材料根本没有系统整理过。最后，移民局只给了他45天时间，要求他补交5年的税表，提交所有经济往来证明，还产生了罚款。光是为了这件事咨询相关律师就花费了不少，你说是不是很可惜？本来可能花点时间，通过免费服务就能处理好的事，最后却弄得非常麻烦。更需要留意的是，数据显示，过去3年60岁以上绿卡持有人因为没有报税而被核查居留权的情况，每年都有所增加。很多人不知道，连续3年不报税，移民局可能会自动将你归为疑似放弃居留权的类别。即使你人一直住在美国，也可能被要求面谈说明。这里我需要如实说明，报税它不仅仅是一项财务义务，它是移民局考察你居留意图的重要环节。移民官员判断你是否真的想在美国长期居住，首先看的就是税务记录，其次才是房产、保险、家庭关系等。你想想，如果一个人连国家最基本的财政义务都不履行，政府如何相信你把这里当作家？可能你会问，我收入很低，根本达不到交税的标准，也需要报吗？答案是需要。
即使你年收入低于报税门槛，例如2024年单身老人大约是$14,600，你也需要提交一份零申报表格。我给你一个建议，每年1到3月份，可以让子女帮你上国税局官网注册账户，或者去社区寻找那些针对老人的免费报税服务点，花上一些时间就能办好。记住，在税表上签下名字的那个动作，就是在为你的绿卡状态增添一份保障。说到报税这个方面，很多老人都遇到过，但比这更隐蔽，更需要留意的是地址更新的问题。这就是我要讲的第2个方面，官方记录里的地址过期或者不正确。你可能觉得，我搬去和儿女同住了，地址是换了，但信件女儿能转交给我，没必要特意去更新吧？这种想法可能带来风险。移民局的规定是，永久居民在地址变更之后，必须在10天之内通过 AR11 表格进行上报。这不是一个建议，而是一项法律义务。我分享一个发生在德州的实际情况。一位68岁的老人，原来和女儿住在休斯顿，后来搬去佛罗里达和儿子一起生活。他觉得反正都是一家人，地址变不变无所谓，结果3年都没有更新。去年他去危地马拉探望生病的母亲，回美国时在迈阿密机场被拦了下来。官员问他，你现在还住在休斯顿的这个地址吗？老人如实回答，不，我住在佛罗里达，已经3年了。就这一句话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官员一查系统，他的绿卡登记地址果然还是3年前的旧地址，而且那套房子早就被女儿卖掉了。接着一连串的问题让他难以回答。你在佛罗里达有租房合同吗？有水电气账单在你的名下吗？你的驾照地址更新了吗？老人什么都没有，房子是儿子的，所有账单都在儿子名下，驾照还是过期的德州证件。最后移民局向他发出了通知，需要他说明情况。他忙碌了6个月，寻求专业帮助，补充文件，前往各个政府部门，才保住了绿卡，花费了不少精力和费用。为什么更新地址这么重要？因为移民局所有重要的官方文件，比如绿卡续签通知、移民审查通知、各种福利说明，都会寄到你登记的那个地址。如果你没更新，这些文件你可能无法收到，而移民局会认为你没有履行义务。更关键的是，地址是证明你主要居住地的核心证据。你说你住在佛罗里达，可所有官方记录都显示你在休斯顿，这在移民官看来，你的居留意图就值得关注了。这里给大家画个重点，更新地址其实并不麻烦，完全可以网上完成。你登录移民局的 MyUSCIS 账户，找到 AR11 表格，填上新地址、搬家日期，上传一下新驾照或者租房合同的照片，提交后很快就能收到确认。即使你是和子女同住，没有独立账单，也一定要做这几件事。第一，让子女在水电网账单上加上你的名字。第二，去车管局 DMV 更新驾照地址。第三，在银行账户里留好新地址的记录。第四，可以订一份当地的报纸或杂志，保留好订阅凭证。这些都是证明你在新地址真实居住的有效材料，关键时刻能提供帮助。比地址更新更让咱们老人需要留意的是出国旅行时携带药品的问题。这就是第3个方面，携带药物入境没有遵循正确的流程。许多老人可能不清楚带药进美国的有关规定。从2026年开始，海关的药物检测设备将全面升级，不仅能识别药物成分，还能联网核查处方的真实性。以前或许能通过的情况，以后可能性会降低。美国缉毒局 DEA 把药物分成了5个管制类别，其中第2到第4类管理严格，包括很多止痛药、抗焦虑药、安眠药等。带这些药入境需要满足3个条件。
第一，要必须放在原装瓶子里，标签上要有你的名字、医生名字和用药剂量。第二，必须随身带着美国医生开具的处方，处方上得明确写着用于个人医疗。第三，携带量不能超过90天的用量，如果超过，必须提前申请许可。我讲个63岁陈女士的例子，她从家乡探亲回来，行李箱里带了一些关节炎药、降压药，还有止痛药。因为在家乡买药方便，她没带处方，还把所有的药片都倒进了一个便携式的药盒里。结果行李过扫描仪时发出了提示，海关打开一看，全是散装药片，而且有止痛药含有管制成分。陈女士解释说，这都是自己吃的，但拿不出任何处方证明。海关扣下了她所有的药，还记录了相关情况。现在她每次入境都会被检查，去年就被查看了几次。更麻烦的是，因为她带的止痛药数量超出了个人合理用量，移民局还启动了了解程序，差点影响到她绿卡的续签。所以这里有几个关键点，大家务必记住，最好不要把药从原装瓶里倒出来。美国医生开的处方可能更便于核查，可以让医生给你开一封医疗证明信，写清楚你的病情，为什么需要用药，用多久，药名和剂量，并且签字。还要注意，有些在国外可以使用的药，在美国可能受到限制，出发前最好查询清楚。给大家一个实用建议，出发前可以上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 CBP 官网了解你要带的药是否需要特殊许可，把处方和医疗证明信翻译成英文，和药品一起放在随身行李里。如果心里没底，可以直接联系航空公司或海关询问。说到旅行，自然就引出了第4个方面，缺乏证据证明你的生活重心在美国。很多老人退休后一半时间在美国，一半时间在母国，觉得我有绿卡，可以自由往来，但移民局的判断基于行动胜于言辞。他们不仅听你怎么说，更看你能提供什么证据。移民局判断你是否放弃居留权，有一套明确的考察标准，主要包括6个方面。1. 税务申报记录。2. 在美国的经济活动像银行账户、消费记录。3. 医疗保险的覆盖情况。4. 住房证明自己有房或有租房合同。5. 直系亲属住在哪里。6. 你的医疗记录在哪里。这6条里面，如果你有多条都不符合，移民局就有理由关注你是否打算永久居留。我举个70岁老人的例子，他拿绿卡15年了，但每年都要回萨尔瓦多住上7个月，照顾老家的房产和亲戚。他在美国自己没有房子，和亲戚住在一起，没有正式的租房合同，没有银行账户，没买过医疗保险，也从来没有报过税。2024年，他从萨尔瓦多回来，在洛杉矶机场被拦下，官员查了他的旅行记录，发现过去15年里，他有超过一半的时间都在国外，而且在美国境内几乎找不到任何他的生活痕迹。官员告诉他，绿卡是发给在美国永久居住的人的，不是发给大部分时间住在国外的人的。老人辩解，可我每次都会回来啊。官员反问，你回来住在哪里？靠什么生活？你和美国有什么实质联系？他难以回答。最后绿卡被暂时扣下，移民局启动了相关程序，15年的身份差点受到影响。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即使你每年都回美国，只要你的生活重心不在这里，移民局可能关注你的居留状态。那么怎么才能证明你的生活建立在美国呢？我给大家列个清单。第一，保持一个活跃的美国银行账户，每月最好有一些消费或转账记录。第二，考虑美国的医疗保险。第三，拥有或租赁一套住房，保留好合同或证明。第四，让你的直系亲属配偶、子女、孙辈在美国居住。第五，
定期在美国看医生，保留好病历。第六，参加一些社区活动，比如去教会、老年中心，保留一些活动参与证明。这里有个特殊情况，如果你因为要照顾生病的亲人，不得不长期待在国外，该怎么办？答案是提前申请再入境许可 Re-entry Permit， 也就是填写 I-131表格。这个许可可以保护你的绿卡状态长达2年。它是在告诉移民局，我有正当理由需要离开，但我的家仍然在美国。申请这个许可需要准备绿卡和护照复印件、旅行计划，以及在美国的生活证据，比如银行账单、租房合同等，需要缴纳申请费，处理时间可能较长。但要注意，即使你拿到了这个许可，也还是要尽量保持美国的银行账户、保险和医疗记录，否则回来时还是可能被详细询问。接下来这个方面，很多老人可能不了解，这就是第5个方面，不向移民局报告重要的个人信息变化。很多人以为只有地址变了才需要报告，但实际上移民局要求你报告的变化有多种，包括婚姻状况、姓名更改、涉及法律事务、长期离境等等。这些变化如果没有如实及时的上报，都可能带来不便。我说个62岁李女士的情况，她离婚后搬了2次家，既没向移民局报告婚姻状况变化，也没更新地址，就这么过了2年。去年她去多米尼加探亲，回美国时，海关发现她登记的地址还是和前夫一起住的老房子，而那房子早就卖掉了。官员问她，你什么时候离婚的？什么时候搬的家？为什么不报告？李女士说，我以为离婚和搬家跟绿卡没关系，结果移民局产生了罚款，还要求她说明情况，要求她证明自己这2年确实在美国居住。她花了时间到处找离婚证明、租房合同、水电账单，还寻求了专业帮助，才得以解决。根据移民相关法规，下面这些变化需要在规定时间内报告：地址变更10天内用 AR11表，婚姻状况变化结婚、离婚、丧偶30天内更新绿卡信息，姓名变更通过法庭或婚姻改名后30天内申请新绿卡。涉及法律事务，如有警方记录，最好主动说明。长期离境超过6个月，最好提前报告或申请再入境许可。这里有个关键提醒，很多老人觉得家庭事务报警没什么，但移民局可能会关注。如果你的报警记录里出现了相关字眼，哪怕最后没有被起诉，也可能被视为需要了解的情况，影响绿卡状态。还有些老人帮亲戚朋友签文件，没细看内容就签了，结果文件里有不实信息，这也可能带来问题。比不报告变化更需要注意的是，在国外停留时间过长。这就是的6个方面，也是2026年新系统下需要留意的地方。很多老人觉得单次旅行不超过6个月就没事，但他们不知道，移民局现在更看重的是长期的旅行模式，而不是某一次出去了多久。2026年起，海关的生物识别系统会自动统计你过去5年的出入境记录，计算你在国外停留的总时间比例。如果超过 50%， 哪怕你每次都没超过6个月，也可能被关注居留意图。我讲个65岁玛利亚女士的例子，她拿绿卡12年了，每年都回哥伦比亚照顾年迈的母亲，每次住5个半月，在美国住6个半月。她觉得自己每次都控制得很好，没超6个月肯定没问题。结果2024年她母亲病重，她多待了1个月，总共在哥伦比亚待了6个半月。回美国时，在迈阿密机场被拦下，官员调出他过去5年的旅行记录，发现他在国外的总时间占了 60%。 官员说，单次看似没超，但你这长期的模式显示，你的生活重心在哥伦比亚，不在美国。
玛利亚女士解释是因为母亲病重，但官员需要的是证据，而玛利亚在美国没有房产，没有账单，没有医疗记录，所有生活痕迹都在哥伦比亚。最后，移民局要求她提供证据，证明美国才是她的主要居住地。她花费了精力和费用，收集了亲戚证词、教会活动记录、银行消费凭证，才保住了绿卡。这里的核心点是，美国移民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每年必须住满多少天，但有一个常见的实质性居住参考，每年最好住满6个月183天以上。如果住不满，你就需要提供有力的证据来证明你没有放弃居留权。如果需要长期离境超过6个月，一定要提前申请再入境许可。但切记，这个许可不是万能的，即便有许可，你也必须保持美国的生活痕迹。如果许可过期后，你在国外又待了超过1年，哪怕情有可原，也可能被拒绝入境，绿卡自动失效。最后，也是最需要警惕的一个方面，就是涉及不诚实或欺诈的轻微违法行为。很多老人觉得，只要不是严重过错，一点小问题没关系。但移民相关法规的标准可能有所不同，在移民局看来，一些行为可能被视为加重重罪。根据移民法，以下行为可能属于加重重罪：欺诈政府福利金额超过1000美元，盗窃、抢劫、诈骗等涉及不诚实的犯罪，非法持有或运输管制药物，伪造文件作伪证，家庭暴力或威胁行为。64岁的张先生就是个例子，他因为妻子重病，申请并冒领了2份医疗福利，总共拿了3500美元。州法院判他个轻微欺诈，罚款了事，但移民局认定这是加重重罪，属于禁止入境的范畴。结果他20年的绿卡被撤销，还被禁止进入美国。类似的例子不少。62岁的李女士用不实处方买药被撤销绿卡。71岁的王老先生在超市拿了价值不高的物品，绿卡续签被拒。67岁的赵女士因为和邻居吵架有报警记录，差点失去绿卡。关键提醒大家，一旦卷入任何法律事务，第一时间要找的是了解移民事务的专业人士。如果已经发生了情况，可以尝试申请相关豁免，但这需要证明撤销你的绿卡会给你的美国公民或绿卡亲属带来极端困难，申请难度较大。好啦，说了这么多需要注意的方面，最后我给你梳理一个绿卡维护计划的8个步骤，你参考着做，心里就能踏实很多。的一步，每年按时报税，零收入也要做零申报。第二步，地址一旦变更，10天内必须上网提交 AR11 表格。第三步，有意识地保留各类能证明你居留意图的证据，至少保存5年。第四步，需要携带药物旅行时，务必做好充分准备，处方、原凭、证明信一样不能少。第五步，婚姻、姓名等重要信息变化，30天内向移民局报告。第六步，严格控制单次离境时间，尽量别超过6个月。长期离境务必提前申请许可。第七步，遇到任何法律问题，优先咨询了解移民事务的专业人士。第八步，入境美国时保持冷静，只回答必要问题，不主动展开不相关的话题。2026年，移民局的新系统和大数据库就会全面运转，到那时，任何小疏忽都可能被注意到。但是，只要你从现在开始，按照今天讲的这些要点，一点一点去做，去准备，你的绿卡就一定能稳妥地保持在手，让你安心生活。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欢迎关注我们，我们会持续分享更多实用的移民生活指南。也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说说你最关心的问题，我会尽力提供一些参考建议。最后，别忘了把这篇内容分享给身边有需要的家人和朋友，
让大家都能提高意识，一起维护好我们来之不易的居留权。